小伙伴们，你们有多久出门没带现金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出行、购物、用餐一部手机就搞定了，偶尔一两次使用现金反倒感觉不适应了。我们享受着互联网飞速发展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有一群人正在被这个科技时代慢慢抛弃。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智能家电，不会线上支付、打车、挂号、订票，生活了60-70年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却越来越陌生。2018年9月，黑龙江鸡西67岁的谢大爷在超市买葡萄，结账时却被收银员告知不收现金，大爷自然非常生气，对收银员说：“我们拿的是人民币，不是假币，欺负老头不会用微信啊！”一怒之下将葡萄拿走，与保安发生冲突。2020年8月，哈尔滨一位白发老人乘公交车，因没有手机支付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拒载，老人没有办法不愿下车，还遭到其他乘客的谴责。2020年10月，四川某医院取消了现场挂号服务，改由手机预约。当时在医院窗口，很多前来排队的老人未能挂上号，一位老人情绪激动，大喊道：“你们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 2020年11月，湖北宜昌一位94岁的老人冒着雨来社保局交医保，但因只有现金而被拒绝。工作人员告诉他，不收现金，要么让亲戚来，要么在手机上支付。面对这样的要求，老人独自在窗口不知所措。这个视频一度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互联网的发展伴随着准入门槛的提高，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极快，但老年人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享受到互联网时代的红利，反而被互联网的发展影响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他们不像年轻人一样在出行、购物、娱乐、社交上有很高的需求，但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变得难以满足。你很难想象他们在被工作人员拒绝时的那种无助和失望，而周围的人往往也很少会主动提供帮助，更甚者可能会投来鄙夷的目光。我们有多便捷，他们就有多艰难。前一段微博上有个事儿，看了之后令人生气，不吐不快。有位网友去买东西，碰到一位摆摊的老太太，网友想要扫码支付的时候，老人问他是否有现金，网友疑惑，明明有二维码，为什么不能扫呢？老太太告诉他，自己不会弄手机支付，二维码是儿媳妇的，收到的钱也都到了儿媳妇账上，不会给他，自己摆一天的摊也只是勉强够吃饭的。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奈，但网友也确实没有现金，同情之余却无法提供帮助。评论区网友义愤填膺，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不孝子女？老太太仅有的微薄收入也要榨干。也有网友提议，出门多少带点现金，方便自己也为方便他人。无现金时代已经让老人举步维艰，他们最亲的人竟然还居心叵测，想要榨取最后的劳动价值。而不懂二维码收款的老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子女的不孝，还有外人的恶意。有网友分享了另外一件事，某个老大爷卖烤红薯，一个年轻人买完后对着二维码象征性的扫了一下，但实际并没有付款，还对老大爷说付过了，等下就到账了，然后匆匆离开。人性的丑恶在对待弱者的态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人正在被社会欺负的案例不只存在于新闻和网络里，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相信每位小伙伴都遇到过，只是我们没有想要慢下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的智能电视，爸妈一直没有学会看新闻联播和戏曲节目，每次都需要我给他们改好，但如果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基本就不会去看电视了。之前给我爸买的智能手机，刚开始他不会打开手机 WiFi， 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在用流量，还有一些账号密码，每次申请的时候提醒他们要记好，当很多次登录的时候还要重新修改密码。我们原以为给家里添置了智能电视、洗碗机、扫地机，他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清闲一点，享受些生活。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很大改善。一是由于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难以改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们没有教，他们不会用。不是老年人不想改变，他们非常好学，渴望接受新的东西，也担心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学习能力很明显不如年轻人。很多老年人听力视力下降，记忆力变差，而智能设备的交互界面和操作方式也并不友好。另外，由于一些电子产品价格偏高，老年人很容易对他们产生焦虑感，担心弄坏而不敢使用。有多少老人正面临这种困境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而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为 9.04 亿，60岁以上的网民比例仅为 6.7%， 也就是大概6000万人。而剩余近2亿的老年人可能都没有接触过网络，不懂如何使用网络，文化程度限制和年龄因素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以上3点占非网民不上网原因比例的 86.1%。
如何帮助这些老人跨过技术鸿沟，仅靠你我之力显然难以奏效。但好在各方单位都在努力想办法。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针对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遇到的种种痛点难点，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首当其冲就是部分商家不收现金的问题。方案规定，保留传统金融服务方式，加大对拒收现金等歧视行为的整改整治力度。对于不会用健康码影响疫情防疫的问题，方案规定，各地不得将健康码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对于老年人等群体，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持纸质证明通行等替代措施。对于不会网络挂号就医难的问题，方案规定，医疗机构要完善电话、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保留人工服务窗口。实施方案涵盖了老年人出行、消费、就医、政务等各方面基础需求，力求让每一位老人跟上时代的脚步。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按如今的发展速度，30年后，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打车、用餐、购物，可能也会遭到年轻人的嘲笑和鄙视。不管什么时候，只有打破了年龄与科技之间的鸿沟，不分老幼，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便捷，才是真正的便捷。互联网不会等任何一个人，但我们可以。给小伙伴们做完这期视频，我就去银行取点现金，每天出门都带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